请问一下，为何叫 G7？我有点困惑。我们真的来试就知道，因为它真的我们不怕货比货，爆发力很舒适，试试看就知道。我回来试一试，回油，拉那个电脑回来，还没带。大家好，我是克里斯，今天又来凑热闹啦！这次来参与光阳全新版本 G7 的试乘活动，高雄场。前情提要，因为去年有跟 G7 的间谍测试车在路上尬过掐，我当然超转原本一拜都难以咬上它的车尾灯，所以这次算是来见见它的路上真面目。但老实说，我个人认为光阳是对 G7 的操作确实有点骚。我是这么想的啦，把车做好跟把车包装好真是两回事。像我认第一台车就是入手了光阳的 RTS R165，我诚心认为它真的是一台好车。可是你看看12寸轮胎，轴距啊、车重等等配置，RTS 如果包装成 G7，应该会更有说服力，也没那么突兀吧。来到现在这台 G7，先撇开评论它是不是一台好车，这G7 包装确实让我有点不太明白。毕竟就连我这种接触速达不到1年的人来说，第一眼看到 G7那时候浮现的也还是 KRV 后继者的印象。可是它偏偏却挂上了 G7 这个名号，那感觉就像是把少数难得还带有情怀价值的 G6 车系重新拿出来。我也算是普遍公认失败之作 KRV 车系抬轿，不太酷，不太酷。但换个角度想想，这何尝不是一种背水一战，重整旗鼓，想要重新出发的一种意志的表现。这就有点酷了。那请问一下，为何叫 G7？我有点困惑。我们因为我们G世代它有一个传统，大概都是光阳最有特色，同时也是旗舰的一个车款。那我们从第一代的 G1 是我们的豪迈，你看到现在豪迈我们卖超过100-200万都还在骑啊，又超过30几年了，它还很多人在骑。那个 G2 是我们的3冠马，那时候是当时马力最好，然后到那个 G3 是奔腾 G3，那它是开始为了顾客需求才有斜板也有可动。到 G4 它是一个喷射体系的，从换油器变成喷射体系。那到 G5 的时候，两个那个气门变成4个气门，它速度上来，所以到 G5 的时候它是一个4气门的。到 G6 它出了，到 G6 它是一个可变气门，它的引擎设计是机械式的可变气门。所以我们到 G7 的时候，其实这部车它是一个重机式的速克达，也就是说它的跟传统的速克达是不一样，因为它引擎是跟重机一样是放在前面，然后它的重心是前后刚好50-50，骑起来就感觉就像重机一样。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它有它的特色，所以我们把这个当做 G7，从 G1 一直到 G7，它这个结构它都是当代最有特殊设计的产品。所以 KRV 之后就没有了嘛 ？KRV 刚出来的时候，我们只是试行它从重机转为白牌车的时候状况。现在到 G7 以后，我们其实把 KRV 大概15项的修正了以后，它的效力真的是当代最有效力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所有的消费者，他真的来试就知道，因为他真的我们不怕货比货，你真的来试就知道。这个 G7 它主要的是它是一个旗舰车款，同时它是一个跑旅，它到山上到处骑起来，骑1-2个小时、2-3个小时都会很舒适。再早半年我就买了嘛，太晚了。那 RTS 不一样 ，RTS 它是一个速度感的产品，你会感觉它很有爆发力，但是那个结构跟一个跑旅是不一样的。哇，像我把那个 RTS 当成跑旅有点痛苦啊。对，不过骑士真的是很舒服，很爽。你骑看，它这个跑旅，它骑起来可以在那个坐垫上，你坐起来非常舒适，试试看就知道。好，感谢柯董的诚心分享。原来字母 G 是光阳当代旗舰力作的代表，这说法可谓具有相当程度的仪式感。毕竟从过往 G 系列的脉络来看，确实是有据可循。用一个字母承载一个时代的突破，实在有够浪漫。OK， 回到 G7 试乘活动现场，既然光阳董座都不能强调 G7 必试，实在盛情难却。想必对这台车的实际表现，应该真的是胸有成竹。请让我小绕几圈，分享几列 G7 试驾的第一印象，稍后再补充它的特色摘要。终于来拜见他了，转过头了吗？哇，全新车呢！喂，它也是5升马达呢。对，它是 S。坐垫还蛮沉的。它这是后面坐比较软。前悬吊比较软呢。你要试试看就知道了。比阿迪斯软。它这调教还不错。
对，现在我是回中它回油补油，哦，这个直接还蛮轻的，感觉目前一开始骑起来感觉跟 RTS 的灵活度差不多呢，只是前面没有那么跌。油门真的很轻哎，感觉认真有比 RTS 轻的感觉呢，或是新车的关系吗？哎，这个加速感，再看一下哦，直线加速。哎，怎么感觉 RT 的加速感比较轻快啊？我来试一试哦，准备出弯。哎，感觉这个起步加速力道哦，感觉 RTS 比较狂一点呢，有没有拜咯？跟 RTS 比起来的话，我真的觉得这个从起步到低慢速，我觉得 RTS 的加速感比较狂暴一点。这台车优势可能要到中尾速吧，那个加速感才会明显比 RTS 还要来好一点点。毕竟它因为是跑里嘛，感觉它的中尾速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卖点。哇哦，好轻巧哦！天哪，等在市区骑起来应该也会很刚好。哎，我是说，我觉得它比 RTS 下倾角还要快哎。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RTS 短头距嘛，让你下倾角的时候有时候会下过头了嘛，我觉得刚刚好哎。看下倾角，刹车感觉制动力跟 RTS 差不多，就刚好够用。OK， 来试一下紧急刹车。它的弯道好轻巧，真的很轻巧。哎，紧急刹车。哦有，感觉是后轮的 ABS 先做动，前轮都还好。来补一下。哇，刹车入弯。OK， 弯中带点油门。认真觉得这样骑起来，我觉得它的左右倾角切换程度有比 RTS 还要稳定耶！哇，我还想说它会比那个 RTS 还要稍微没那么灵活一点，因为 RTS 是短头距嘛。哦，它的转向不容易过多哎，反正 RTS 有时候，反而你要收它的转向了嘛，因为你一下可能就会太多了，就感觉它的倾角切换的角度刚刚好。刹车也 OK。待会试试看在弯中刹车看看 ，OK， 补油 ，OK， 刹车，感觉还 OK， 应该轮胎都抓得住吧？哇，好爽哦！天哪，震动的话我看一下哦，震动感觉应该是新车关系吧，我觉得比 RT 还要好很多。出弯，我去多少钱我不知道，补油。哇，有点过头了，这个起脚感觉还蛮有信心的，感觉还是有空间在下。不过今天是骑保守一点嘛，毕竟我会早一骑赛道的。可以看见出弯口，补油，哇，出弯补油哇！我太懂它那个就 TPA 的那个特性了。确实，你回油再补油的再加速的那个动力是吗？是没有那种延迟感的，真的会比较直接一点。有时候说有接近挡车的感觉吗？我觉得还差那么一丢丢啊！我觉得挡车的动力输出还是比较直接一点点，感觉，哇哦，好爽哦！天哪，很可惜就没办法设它的中尾速。它的悬吊完全没有在压的感觉呢。全程都很平稳的，看下哦，先刹，也没有点头，然后弯中补油，然后是很平稳的过去呢，没有那种前后高低落差的感觉。那补油，哇，真的很丝滑，真的不像一台大排气量的速可达。哇哦，
其实也很舒服，很多跑动空间，不像你的 RTS 嘛，你在过弯的时候，我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憋，懂吗？哇，感觉也比较有信心了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刹车可能还是可以再加强一点点。哇！那气真的是很舒服，其实真的没有话讲，比 RTS 舒服多了。啊，所以还把 RTS 当成精致型逃离，我觉得逃离应该要那种姿势才对啊。也确实，它的仪表板跟那低头都看得到嘞，这个问题。可是好处是你的前方视野非常的干净，很开阔。那可能作为逃离的话，可能都需要风镜了，因为完全没有阻挡了，几乎到我毒气眼了嘞，那个撞风。哇哦，弯风不忧！天哪，真的太轻巧了，天哪！好，紧急刹车。哇哦，一样的吗？跟 RTS？类似，多个灯嘛。对，它现在也有进程感应。听说好像是它没有电的时候会提醒嘛之类的。对，它有一颗灯号。只可惜是没办法拉尾数哎。对啊，但是它过弯应该还可以。不过我觉得就起步什么，我觉得还是 RTS 比较快一点，没错。毕竟它车身比较重。没错，可是只重14公斤，可我觉得主要还是中尾数吧。对，中尾数那边。它的抖动真的是比 RTS 小哎，不是新车的关系吗？新车有关系啊。哦。而且链条，我觉得应该还是没有挡车直接啦。对啊，但是比起一般的速克达会比较扎实一点。会比较直接，没错。就是我回油一补是吗？它没有那空窗期。对。你一补就马上推出去了。给多少就给，对，给你多少。他们特别，不过骑起来感觉还是速达的传动的感觉。而且我觉得这个臂改可以改在前面了嘛。对。我是超级漂亮，样子，超级漂亮，太空阔了。Oh god damn！ 又是我们的阿佑。来，像你们智慧103，你有上过课了吗？还没。还没啊？为什么？对，刚发表而已啊。就好车无需多言吗？对啊。那么嚣张吗？确实。这是新一代的 Keyless 了啦。对，它现在变得比较直观。它原本开关这边有一个 on 跟 off， 它是坐在这里，你要先按它的 Keyless 才会启动。它现在 Keyless 它直接改成像 RTS 一样的，它把它往下压就可以启动了。OK。然后它现在搭载的是8寸的大仪表。哇，真的够大。不过老实说，我觉得 RTS 比较漂亮就是大家喜欢的不太一样啊。乍看它质感真的很不错嘞。对，我觉得它烤漆算蛮漂亮的，这是铝合金的，很漂亮，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听说这一代它后面的摇臂有减轻了大概2公斤左右，往下重量。光阳做的车都没那么侵略性都是比较内敛一点，就温和啦。对啊，很温和，没错。其实跟早期 KRV 差不多。它做的很短又很深它做的比较深，但是它比较短。对，没错。所以如果放4/4全毛，应该是没问题。哇，这个很特别，这个又宽又深，只是就是远短而已。车厢灯，它是做光感应的。有灯的时候它就会亮，没灯的时候它绝对不会亮。这电瓶吗？不是，那个是空滤。哇哦，难怪它就是，这个下面真的超空，这里下面真的是剩链条而已呢。对啊，听说有改善的是新的 PTM 系统，因为早期 KRV 那一台车，它的 PTM 真的是有一点小诟病因为它如果骑久了，它的后离合器都会异常抖动因为它离引擎比较近可能温度也比较高，那它这边也不是什么撞风的面所以它就会造成它离合器抖动特别严重。我觉得最重点的、最优质的一点，因为上一代 KRV 真的是电脑被大家喷爆，因为是光阳自制的。对，那个系统真的是烂到不行。对我讲的，对，就是我正源车业菜。这一台它搭载的是金兵6代，也是业界上目前比较稳定的喷射系统。对，所以我对它应该算有信心。感谢阿佑的诚心分享。如果你们跟阿佑一样对 G7 有信心，有那么刚好想要入手的话，可以到高雄大寮的盛源车业了解一下。顺带一提，预购优惠好像直到5月20号，125,800送黑纯手机架，原厂精品拉杆组，36期零利率，分期都要赠送车碰车险 Plus。另外，阿佑在特别价码，6月前找他订车，再送你镀膜喷雾，酷酷。
OK， 最后趁我双手还有G7的余温，赶快骑回我的 RTS， 感受一下这两台车最直观的差异。哇，真的刚刚去完G7哦，现在回到我的 RTS R165哎，真的觉得我觉得轻盈程度真的是差不多呢。对，可是确实啊，我觉得那种像这种速域啊，市区常用那种速域啊，可能0到60码，我觉得 RDS 加速的那个爆冲感还是比较明显。很可惜啊，今天的G7没有办法好好的测试它的中尾速油门100。像我说过的嘛，在 RTS R65是我人生第一台速可达。当初买它也是为了通勤，那没有想到呢，就通勤骑了半个1个月，就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嘞。然后就慢慢就想变成我可能周末啊，可以一个轻旅行一个用途一个玩乐车款。可是我觉得轻旅行是还蛮不错的啦。只是上次我去环岛嘛，48耐环岛，就觉得哇 RTS 的动力是 OK， 只是它的坐姿啊，尤其是它的坐垫哦，真的是屁股超痛。是我第一次骑车骑到崩溃。之前有骑过12天啊，连续骑12天啊，或者骑3天6天啊，都没有这个问题了嘛。没想到骑 RTS 骑半天就难以受得了，然后骑到第2天是完全受不了。所以我刚那个 G7刚刚坐起来，其实3+1比这个好一丢丢啦。因为我就觉得那个 G7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大了，它只是前面车头比较宽，然后这边稍微再多1个拳头的位置吧，然后那个把手再宽一点点。然后再高那么一点点，其实我觉得其实跟 RDS 还蛮像的，只是有稍微再宽一点点而已，对啊，像我记忆犹新啊，刚刚才骑过G7，RDS 跟G7有什么差异呢？这现在记忆新鲜，赶快回忆一下。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 RTS 的这个，因为我觉得比较简单，因为那个G7的比较复杂一点呢，这个比较直观嘛，对啊，就是按这个就是后车厢，按下面就是那个汽油盖。都很直观，也很简单，就几段式而已。那个G7还是蛮多段的嘞。你要开后车厢也是传统一样，就是要扭左边之类的。懂了，我还是比较喜欢RTS这个设计。目前我还没有在市区体验过啊，不过我觉得G7应该也蛮适合在通勤使用的，因为它的灵活程度是不会输给 RTS 的。就看它的体量哦，会不会在塞车转车时候哦，就是会比 RTS 相对来有劣势的。用料哦。讲到G7用料，我觉得它的用料还蛮不错的，就是车头啊，还有它的那个传动的部分、摇臂、链条，还有那个 PTM 那个外壳盖，哇，还都很有质感。可是呢，当你坐到G7的那个驾驶舱是吗？它这里的塑胶感就比这个重了，我觉得就比 RTS 还重。我觉得 RTS 它这里看过去哦，它的塑胶感其实没那么重反正我觉得真的看过去它的质感会比这个G7好，包括它这个油箱盖啊，还有这个塑胶的。质感吗？对啊，这样之下，我觉得真的看过去是吗？我觉得还是 RDS 的那个质感完整性会比较好一点点。哇，如果 RTS 这个外形、这个质感有做成抛离版就好了。哇，这个也很两难啊，因为不同的定位。对啊，产线有时候变那么复杂，会搞死自己。而且 RDS 上次在应该快2年了吧，应该也是有机会再出改款的。不懂接下来会不会小改款或者大改款？小改款有什么好改的？搞我就换个配色吧。I don't know。大改款的话，我觉得不用改什么，也没什么好改的吧？对啊，我这台车已经非常紧绷了。硬要说改的话，我觉得改 TFT 仪表板吧，不过这应该很难。那价格是飙升的，但是有听一些刚刚光阳的比较资深的车友分享，他们说可能还蛮奇特的是，因为那个G7啊，它的新车的前后悬吊设定其实都已经蛮偏软的嘞，不像这个RTS，我记得我刚刚前车的时候，我前面超硬了呢，几乎是压不下去。就刚刚那个G7是吗？它悬吊就是还蛮软的。然后听说就是上一代的 KRV 很容易就是骑一骑摔车很快，然后很快就会触底。只知道这代改款的G7，不懂它前悬吊会不会消耗了像上一代的 KRV 那么快？就看看接下来的车友的回馈了。确实啊，像我开头刚刚说的，把车做好跟把车包装好，确实是2回事啊。然后刚刚也是有听到那个柯董说，为何改名为G7？原来G7不是指定车款双流的代号，就是只要是光阳端得出来的旗舰车款，就可以挂上 G 系列这个代号。总觉得它的包装还是不太行啊，
只能这么说了。不过确实啊，我觉得在 G7这台车上哦，有看得出光阳也要下定决心，想要重新出发的感觉啊。哇，应该也没到谷底重生吧？毕竟光阳应该还没到谷底吧，所以应该也没有到绝境。呀，回到跑旅的部分，看到没有 ？CarPlay 我觉得是必备的。像那个 G7就很适合安装。G7的它的那个系统是非常的宽广哎，然后它的那个原厂仪表板做的很低，所以哦。要安装这个的话，可以安装那个非常漂亮的位置，因为 RT 只能安装在这里嘛，这里的话就太突兀了。像我这是 Copyright 型号是702 Plus，3个愿望一次满足。导航、测速，还有可以听歌。如果你对 CarPlay 有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参考影片资讯栏的连接，输入你的专属资讯码 Chris9453，就会享有7折优惠，就完成后健康模式。可以双画面。前画面跟后画面，好，那今天影片这样子啦，我是克里斯，我们下次见，拜，来1拜。对嘛，在市区加速感还是 RTA 才是王道。